Hello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赌城李长博 Charles 查尔斯，住在拉斯维加斯20年，从事德州扑克发牌员也20年了。在过去这几年之内，尤其是疫情期间，许多人从外州甚至从台湾直接搬到 Vegas 来。对于这些刚新搬来的新移民朋友，我经常推荐他们去当发牌员，如果他们 OK 的话。为什么我会这么推荐他们去当发牌员？首先，第一个，拉斯维加斯在过去这些年内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开了3家新赌场，然后加上原来的老爹了退休，所以说我们的人口缺工非常严重，尤其是发牌员的部分。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切入的点。第二个，为什么要当发牌员？因为以一般的美国大公司来讲，以我当年20年前我会入这一行，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机会去美国主流大公司上班，因为我在美国没有任何 degree， 没有任何学历，我不像很多人都大学毕业，他们可以去美国一般公司大行号上班。可是像我这种在台湾已经大学毕业了，那在美国只能算是同等学历的高中学历，那你不容易进入那些白领阶级，所以说，而且我英文也没那么好，所以说，我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，你也许有身份，譬如说你有公民、有绿卡、有工卡都行。那这样的人搬到 Vegas，你能做什么？我会推荐他们去当发牌员。那当发牌员有什么好处？第一个，你的保险会很好，因为你如果一旦从 part time 升到 full time，以现在状况来讲的话，你只要好好表现的话，你在一家公司大约3个月或半年之内，你就可以升到 full time。那你升到 full time 以后，你有 insurance 的话，以我们公司为例，你的保险你只要付 copay 就好，然后就不用再花任何1毛钱。那我的 copay 就是门诊挂号费大约20块上下。那另外就是还有眼睛跟牙齿，我的保险是有包含眼睛跟牙齿的哦。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，假设我是有家有小，有老婆有小孩，我的保险是可以 cover 我的老婆小孩不要再花1毛钱。那这样的保险 package 你放到美国各大公司都算是相当不错的保险 package。那你如果要自己买的话，你放到市面上也许要花1个月要花1500、1200不一定，看你的个人状况。所以说，当你一旦成为一个 casino full-time employee 赌场的全职员工的话，你就可以省掉你一笔很庞大的开销。另外一点，你第二个优势就是在赌场上班，可以在员工餐厅吃饭，一天吃2餐，不要再花1毛钱。你想想看，我每天去公司上班，譬如说我在上班前或在上班时候吃1餐，下班了以后那在公司吃第2餐，基本上你一天就不要再吃饭了，那顶多回家吃一点点心零食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你想想看，在通货膨胀这么夸张的现在，你1个月可以省多少钱？那这一个保险，一个伙食费，这就把你一些很高的生活成本给省掉了。所以说，它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起生活保障，跟你比较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。那至于你要怎么成为发牌员，那你就要先去发牌学校学发牌。那 Vegas 有很多很多的发牌学校，你去 Google 上面去搜寻，Dealer School、Dealer Training School 这边有很多。那通常，那有人可能会问啊，李长博，你要去学发牌要学多久？你的学费是多少？那我现在跟大家讲，先讲学费。学费的话，看你要学什么 game， 学多少 game， 学几种游戏。那通常来说，我大概做到1000块上下。那要学多久？那看每个人的悟性。一般平均来说，大约有的人快的半个月，慢的话1个月或1个月多一点，那就可以出师了。那到时候你如果在里面上课上的 OK， 里面的老师觉得你 OK 了，他们会带你去赌场去做 audition 跟 interview， 就是去做赌场的面试跟测试。因为在发牌学校学发牌有个好处，就是它同时兼具职业介绍所的功能，他们跟各家赌场都有 connection， 都有联系，所以你不用担心
只要你发牌发的 OK， 他们会马上把你送走，因为你就是他们的活广告。那所以说，到时候你去赌场做现场测试的时候，就是我现在穿的衣服，很标准的白衬衫、黑长裤，然后黑皮鞋或者是黑色工作鞋，这就是我今天拍 YouTube， 然后今天会穿这个衣服的原因。那等你能够进入赌场上班，通常来说，我们的刚从发牌学校毕业的菜鸟们，你们可能会先去小赌场，譬如说在downtown的小赌场上班。那时候一天的小费我抓大约60到80块一天，然后加上你一天的 minimum wage 1个小时，现在内华达州好像12块还是 12.5， 然后乘以8，那这就是你一天的工资，就 before tax， 然后你可以在公司吃饭，吃2餐或吃1餐不一定。那我们公司吃2餐，有些公司吃1餐，那大部分的话都是2餐最多。那你在小赌场进去上班以后，你并不能就此松懈，因为那个小赌场绝对不是你的 destination， 绝对不是你的目的地，你将来一定会往上爬。这时候你就算已经开始上班了，你如果想要学得更好，学得更专精，有机会到比较高的3流、2流、1流赌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达到这个境界呢？你自己下班以后回家还要继续练习。那有时候回家练习的时候，你甚至还可以回到原来的补习班去学，因为这时候你会在职场上碰到的一些问题，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然后可能你跟公司的人问，然后公司的人有时候你英文不好，你也不见得听得懂，那这时候你就回到发牌学校他们还会协助你，然后告诉你说，你碰到这个情形该怎么做。我们很多朋友，我推荐在过去5年之内，我推荐超过30个朋友去学发牌，然后他们都是大约是这样的路径。他们一开始去上班以后，他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，那所以说他们会再回发牌学校学习，然后等到这就看个人的努力程度。那有些人很努力就学得快，有些人比较散的，那就学得慢。那通常来说，你在一个最 beginning level 的赌场上班，你大概做3个月以后，你有点经验了，这时候你要怎么去下一家，譬如说3流赌场或者2流赌场去申请，这时候就要看你做得好不好。然后你们同事之间也会有一些 connection， 也会有一些人脉大家会说，那个谁谁谁，我们要不要去下一家赌场去做 interview 跟 audition？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上网填表。当然，同时是你要先把你的本业职能精进好，去学最正确的发牌方式，跟学最好的发牌态度。因为在做这一行，除了技术上之外，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，就是 customer service。你毕竟是服务业，所以说你要知道怎么服务客人，不要跟客人吵架，或者是客人怎么来欺负你和 abuse 你的时候，虐待你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能够不软不硬的顶回去。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社会上打滚很重要的课题跟一个怎么讲技能，所以说我才会很建议各位中年转业的朋友来适合做这一行，因为大家都在社会上打滚了10几年、20年，大家都有基本的人际应对进退的本领，所以说我才会建议他们来做这一行。最后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个我待菜鸟扑克发牌员的时候一个笑话。因为我们在发扑克的时候，桌上是一个椭圆形的桌子，大家都靠得很近，所以说从1号位到9号位，每一个人的 action 我都要定得很清楚。譬如说从1号位到9号位，1号位是 John， 2号位 David，3号位 Miss Lady， 然后7号位可能是 Kevin。那有时候 Kevin 想太久，我就说 Kevin your turn。有时候 John 想太久，我说 John your turn。可是那一次实在太累，因为我白天要上班，晚上也上班，2份工作状况下，让我那一天在发牌的时候就不小心空咚睡着了。那因为我们都坐得很近，所以说那时候大家看到发牌员怎么睡着了，大家都很讶异。然后9号位的客人，因为他就在我的右手边，所以说他看看大家都说用手肘会敲我。Hey Charles dealer your turn。你就猜sorry OK my turn OK， 我就开始发牌。好，就是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